早餐桌上有一个动作很多人都在做，却没有意识到它的问题：起床、梳洗、走进厨房，或者直接出门去买一杯热的甜豆浆，一片白吐司，或者一碗稀饭配酱瓜和肉松。有些人喜欢挤一杯柳橙汁，觉得天然水果榨的总比喝饮料强。也有人去早餐店点一份蛋饼加奶茶，心里想着有蛋有奶有淀粉，这样应该算是均衡了。吃完去上班或者回去补个觉，感觉没什么问题。但对血糖偏高的人来说，这一顿早餐可能从第一口就已经走错了。不是说这些食物有毒，也不是说吃了就完蛋，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一餐的结构和进食顺序对血糖造成的负担往往比大多数人以为的大得多。今天这支影片，我想跟你说清楚一件事：血糖偏高的人早餐到底应该怎么吃？不是要告诉你小黄瓜、鸡蛋、醋可以治疗糖尿病，这三样东西不是偏方，也不能替代药物。醋不是降糖药，小黄瓜不是神奇蔬菜，鸡蛋也没有魔力。真正要说的是这三样食材，如果放进早餐的正确位置，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吃，可以帮助你让早餐的结构更适合血糖管理。而很多血糖偏高的人，早餐吃出问题的地方，往往不是吃了什么坏东西，而是先吃了什么，怎么搭配甜饮。是不是一早就灌进去了？这支影片会带你看懂几件事。第一，为什么早餐对血糖高的人特别关键，甚至比午餐和晚餐更值得放在心上。第二，小黄瓜、鸡蛋、醋在早餐里各自的角色以及怎么搭才对。第三，台湾常见早餐里容易让血糖波动的地雷和具体的改法。第四，胃不好、肾不好，正在吃糖尿病药的人有哪些吃法一定要特别留意。如果你早上习惯喝甜豆浆、米浆，吃白吐司，或者觉得稀饭清淡所以多吃几碗，这支影片请你仔细看完。先从一件很多人搞错的事说起。有些人早上起来什么都没吃，去量血糖，结果数字已经偏高了，这让人很不解。昨晚明明没有吃宵夜，睡前血糖也还好好的，怎么一觉醒来空腹血糖就跑上去了？这和身体在清晨的运作方式有关。大约清晨4点到8点，身体会自动释放一批荷尔蒙，皮质醇和生长激素是其中主要的2种。这些荷尔蒙的功能是让身体准备好面对新的一天，它们会促使肝脏把葡萄糖释放进血液，让你醒来就有能量活动。对健康的人来说，胰岛素会同步升高，把这批多出来的血糖调控下去，所以感觉不到什么异状。但对血糖调节本来就比较差的人，或是已经有糖尿病、糖尿病前期的人，这个清晨的自然血糖上升，身体没办法那么有效率地把它压回去，结果就是空腹起床，血糖就已经高了。这个现象医学上叫做黎明现象，你不需要记这个名词，但要知道它代表的意思是，对血糖不稳的人来说，早上起床这个时间点是一天里血糖最需要被小心对待的时刻之一。这个时候，如果再加上一顿让血糖快速飙高的早餐，2个因素叠在一起，这一天的血糖基础就已经不太稳了。还有另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研究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第2餐效应，意思是早餐吃什么、怎么吃，会影响你吃完午餐之后的血糖反应。如果早餐吃了大量精致淀粉和甜饮，不止早上的血糖会波动连带地，午餐之后的血糖上升幅度也可能跟着偏大。这个效应的方向也可以反过来用，如果早餐吃得稳一点，有蛋白质、有蔬菜，少甜饮，少精致淀粉，这一天后面几餐的血糖曲线也可能跟着平缓一些。所以早餐不是一顿随便对付的菜。对血糖偏高的人来说，这一顿值得认真看待。很多人以为血糖高就要少吃，早餐能省就省，有些人甚至干脆不吃，觉得这样血糖就不会被推高。这个想法只说对了一半，吃太多当然有问题，但不吃早餐，对血糖高的人来说也不见得是好事。
空腹时间拉太长，身体容易在下一餐吸收得更猛更快，而且长时间空腹，肝脏可能持续自行释放葡萄糖，让血糖不降反升。真正的核心不是吃多少，而是吃的结构和顺序，对不对？血糖高的人，早餐最怕的是这一件事，一开口就先吃下大量精致淀粉，或者先喝甜饮。你想想看，一杯普通的甜豆浆大概放了2到3匙糖，有些店家放的更多。米浆本来就是把米粒磨碎加糖，那杯下去是浓缩的淀粉加糖，一片白吐司加果酱，吐司是精致淀粉，果酱几乎都是糖。稀饭很多人觉得清淡，但稀饭的升糖速度其实比干饭还要快，因为煮得烂，淀粉粒糊化更完全，身体消化吸收快很多。这些东西不是完全不能碰，但如果早餐第一口、第一杯就是这些，血糖很容易一下子就被推上去。所以核心原则只有一个，先吃蛋白质和蔬菜，再安排主食，减少甜饮和精致淀粉的比例。这是这支影片最重要的一句话。小黄瓜、鸡蛋、醋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来帮忙的工具，而不是什么降糖神物。先把这个方向放进脑袋，早餐吃什么很重要，但先吃什么可能更重要。我们来说说小黄瓜。很多人看到血糖高吃小黄瓜，第一个反应是这又是什么偏方？不是偏方，小黄瓜没办法治疗糖尿病，也没办法让血糖马上降下来，但它为什么值得放进血糖偏高的人的早餐？原因很直接，小黄瓜水分多，热量低，口感清爽，咀嚼起来有感，而且它是蔬菜。血糖高的人早餐最常缺的是什么？就是蔬菜。走进任何一家早餐店，蔬菜几乎不存在。大部分人的早餐是淀粉加蛋白质，然后淀粉再多一点，蛋饼是淀粉，吐司是淀粉，稀饭是淀粉，米浆是淀粉，烧饼也是淀粉，一顿几乎只有淀粉和少许蛋白质的早餐，对血糖的压力相对比较大。如果早餐里面有蔬菜，就算只是半条小黄瓜，这一餐的结构就已经不一样了。蔬菜里的膳食纤维可以稍微延缓淀粉在肠道里的消化和吸收速度，让血糖上升的节奏慢一点点。而且蔬菜能增加饱足感，让你不会1-2个小时后就饿得去找甜食。小黄瓜的角色就是这样，它不是降糖药，它是帮你在早餐里补进蔬菜，增加饱足感，减少淀粉占比的一个方便工具。早餐吃小黄瓜不需要做的复杂，洗干净，拍一拍，加一点盐或少量醋，轻轻拌一下就好了，或者直接切片摆在餐盘旁边当做配菜。有些人胃比较敏感，空腹吃冰凉的蔬菜会不舒服，如果是这样，小黄瓜放室温不要吃，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比较好。肠胃炎或胃溃疡发作期间，先好好休养，不要勉强。小黄瓜不是神奇食物，但它是一个容易操作，对血糖偏高的人比较友善的早餐蔬菜选择。这样理解就够了。接下来要说的鸡蛋，对50岁之后的人来说，重要性可能比很多人以为的还要高一些。鸡蛋在台湾早餐里其实已经很普遍了，蛋饼、荷包蛋、茶叶蛋、水煮蛋、炒蛋，哪一家早餐店都有蛋的身影，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想，蛋我早餐本来就有吃。有什么好说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吃蛋，而是吃蛋的方式，以及跟蛋一起吃下去的是什么东西。先说鸡蛋本身，鸡蛋是蛋白质的良好来源，一颗大约含有6到7克的蛋白质，同时带有多种 B 群维生素、维生素 D、矿物质和必需氨基酸。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和脂肪一起消化，这一餐的饱足感会持续比较久。比起只吃白吐司、稀饭、米浆这种几乎纯淀粉的早餐，加了鸡蛋的早餐，血糖上升的速度通常会缓和一些，而且不会1-2个小时后就又饿了。50岁之后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肌肉量开始慢慢流失。这个过程很安静，你不会突然感觉到什么，但身体每年都在发生。肌肉量减少，基础代谢跟着下降，身体调控血糖的能力也会跟着变差。
因为肌肉本身就是帮助身体消耗和储存葡萄糖的重要组织。维持肌肉需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充足的蛋白质摄取，但很多中老年人的饮食蛋白质其实是不够的，他们吃很多稀饭、面条、地瓜，但蛋鱼、豆腐、豆浆摄取量都偏少。早餐如果只是稀饭配酱菜，几乎没有蛋白质可言。这不是说要你每天早餐吃3颗蛋，1颗蛋加进早餐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起点。这里有一件事要特别说清楚，如果你的血脂异常，尤其是低密度，胆固醇偏高，或者医生、营养师有特别交代，你对蛋的摄取要注意，就按照他们的建议来，不要因为看了这支影片就自己调整。如果你有肾功能问题，蛋白质的摄取量更需要听医师和营养师的指示，不能自行增加，这一点没有办法一刀切。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鸡蛋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很好的早餐蛋白质来源，但大部分人不代表所有人。所以你要做的是理解这个原则，再对照自己的状况。有疑问去问你的医生或营养师，比跟着网络说法走要稳得多。醋在这几年突然变成养生社群里非常流行的东西，你可能看过这类贴文，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杯苹果醋，帮助控制血糖，或者说醋可以软化血管，清除血脂，或者说某某名人喝醋喝了几十年，身体好得很。这些说法有的有一点点根据，但都被夸大了，有些根本就没有根据。我们把醋这件事说清楚，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有一些研究确实指出，在用餐时或餐前少量摄取醋酸，可能有助于让餐后血糖的上升幅度稍微平缓一点。机制大概是这样的，醋酸可能影响消化酵素的活性，让淀粉的分解速度稍微慢下来，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也没那么快。但要特别说的是，这个效果是可能有助于稍微平缓，不是大幅降糖，不是治疗糖尿病，更不是喝了醋就可以少吃药。把醋当降糖药在用是一个危险的误区。那醋应该怎么用？最安全、最合理的方式是把它当成调味料，少量的醋稀释之后加在食物里，作为餐食的一部分。比如用醋轻轻拌小黄瓜，拌凉拌蔬菜，或者吃饭的时候在菜里加一点点醋，这样用合理也安全。但有几类人，醋这件事要特别小心。胃食道逆流、胃溃疡、胃酸本来就比较多的人，醋是酸性的，空腹喝进去会直接刺激胃壁和食道，让原有的问题更严重。如果你早上起来胃就容易不舒服，容易火烧心，空腹喝醋这个做法非常不适合你。正在服用糖尿病药物或打胰岛素的人，绝对不能把醋当成辅助降糖的工具，然后自行调整药量或减少服药。药物的调整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如果你正在用药，早餐饮食的任何调整，包括要不要加醋、怎么加，最好先跟主治医生或营养师讨论。肾脏功能不好的人，醋是酸性物质，对身体酸碱代谢会有额外负担，不要自行乱喝。牙齿敏感或牙齿状况不好的人，长期直接喝醋，对牙齿法磷质有腐蚀风险。若要用，一定要充分稀释，喝完用清水漱口。醋用对了，是饮食调味的工具，用错了当成降糖药，空腹猛灌，问题就来了。醋不是偏方，也不是神药，它的正确位置是餐桌上的调味料，不是医疗保健品。现在来说早餐的进食顺序，很多人听到这个会觉得太细了，吃个早饭有什么好讲究的？但如果你血糖偏高，这个细节真的可能有差。先说一个基本的道理，同样一顿早餐里面有鸡蛋、小黄瓜、全麦吐司、一杯无糖豆浆。如果你先吃吐司再吃蛋和黄瓜，跟你先吃蛋和黄瓜再吃吐司，血糖的反应可能是不一样的。先吃淀粉，淀粉消化快，葡萄糖快速进入血液，血糖峰值出现的早，幅度也比较大。先吃蛋白质和蔬菜，再吃淀粉，淀粉的吸收速度会比较慢，血糖上升的曲线也跟着平缓。
这个道理不复杂，但实际做到的人不多，因为台湾的早餐习惯本来就是淀粉先上的结构。建议的早餐进食顺序大概是这样的：第一步，先喝汤或水，如果有无糖豆浆或清汤，先喝一点，帮助胃做好准备，也增加一点饱足感。这里说的是无糖，甜豆浆不在这里。第二步，吃蛋白质和蔬菜，鸡蛋、豆腐无糖，豆浆的蛋白质先吃，小黄瓜、青菜、番茄先吃，让胃里先有点底，再进淀粉。第三步，再吃主食，全麦吐司、地瓜，少量稀饭或糙米饭，这时候再吃，量不要太多，但也不需要完全不吃主食。主食本来就是能量的来源，不是敌人。第四步，最后才考虑水果。水果含有果糖，空腹第一口吃，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如果早餐要吃水果，建议在吃完蛋白质、蔬菜和主食之后，少量吃甜饮，包括甜豆浆、奶茶、果汁、米浆，整顿早餐尽量不要喝。如果非常习惯早餐配饮料，试着先换成无糖豆浆或者一杯温开水。这个顺序不是铁律，不是每天每一口都要严格按照这个来，否则就不算，而是说在安排早餐的时候，大方向要放在这里，蛋白质和蔬菜在前，主食在后，甜饮尽量不要。先把这个方向建立起来，比死记一份食谱重要得多。很多人不是不想吃健康，而是没有人告诉他们，早餐的问题不在吃了什么，而在什么顺序先进去这一段。如果你只记一句话，就记这句：先蛋白质和蔬菜，再主食，少甜饮。现在来说，台湾常见早餐里的几个容易踩的雷，这里不是要全面否定这些食物，而是让你知道哪里需要小心，以及怎么改得更适合血糖管理。白吐司加果酱，白吐司是精致淀粉，升糖速度快。果酱的主要成分是糖，这个组合早上第一口就是精致淀粉加糖，血糖很容易快速被推高。改法不复杂，把白吐司换成全麦吐司或杂粮吐司，膳食纤维多一点，升糖速度相对慢一点。果酱换掉或只抹薄薄一层，再加一颗水煮蛋或荷包蛋，蛋白质就进来了。阿薯甜豆浆，豆浆本来是很好的植物蛋白来源，无糖豆浆对血糖管理来说是友善的饮品。问题是台湾早餐店的甜豆浆几乎都加了不少糖，如果可以，换成无糖豆浆。现在很多早餐店都有无糖选项，不要不好意思开口问。米浆，米浆是把米粒磨碎再加糖调制的饮品，米磨的细，消化吸收非常快，还加了糖，升糖速度在常见早餐饮品里算是偏快的，可以慢慢换成无糖豆浆，或者豆浆加一点牛奶，口感也不差。阿手果汁，很多人觉得喝果汁比喝饮料健康，早餐来一杯柳橙汁或苹果汁，但果汁的问题在于水果榨成汁之后，膳食纤维几乎全被滤掉了，剩下的就是浓缩的糖分和水。一杯250毫升的纯柳橙汁，含糖量可能跟一罐可乐差不多，而且喝的速度比吃整颗水果快，糖进入血液也快得多。如果想补充水果，建议吃整颗的，比喝果汁对血糖来说好很多。早餐喝果汁这个习惯，血糖偏高的人要特别重新考虑。奶茶含糖，奶茶糖分高，有时候还有奶精或植物奶油，血糖偏高的人，早餐这一杯最好不要喝。如果习惯早餐配有奶味的饮品，可以换成鲜奶，或者鲜奶加无糖豆浆混合自己搭。稀饭配酱菜或肉松，很多长辈觉得稀饭清淡好消化，是养生的吃法。稀饭确实好消化，问题就在这里，好消化代表消化速度快，葡萄糖进入血液也快，升糖速度比干饭还要快，这一点让很多人很意外。不是说稀饭不能吃，而是如果只吃稀饭配咸菜、酱瓜、肉松，整顿早餐几乎没有蛋白质，没有蔬菜，全部都是快速消化的淀粉加钠。这样的组合对血糖的负担不小。稀饭族的改法后面会具体说，稀饭不是不能吃，但要补进其他东西。熬饭团加油条，饭团是糯米，升糖速度也快，加了油条又多了油炸物，整个饭团吃下去
淀粉量大，蔬菜和蛋白质几乎没有。如果要吃饭团，选不加油条的版本，里面有蛋或豆干更好。搭配一杯无糖豆浆，是高油高糖的早餐店组合，比如汉堡加薯饼加奶茶，或者蛋饼加葱抓饼，再配一杯甜豆浆。偶尔吃一次不是问题，但如果每天都是这样，一整天的血糖起伏就从这一顿开始。不需要完全戒掉早餐店，但点餐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调整。下面会说。讲完地雷，现在来说几组可以实际操作的早餐搭配，这不是硬性规定，而是让你有具体方向可以参考。第一组，水煮蛋加小黄瓜加无糖豆浆加少量地瓜。这个组合的逻辑很清楚，水煮蛋提供蛋白质，让早餐有足够的饱足感，不会很快又饿。小黄瓜补进蔬菜和膳食纤维。这一餐不只是淀粉，无糖豆浆补充植物蛋白，比甜豆浆少掉很多不必要的糖分。地瓜是主食，但升糖速度比白饭和稀饭慢，膳食纤维也多，是对血糖管理相对友善的淀粉选择。吃的顺序，先喝一点无糖豆浆，再吃蛋和小黄瓜，最后才吃地瓜。这个组合不复杂，前一天晚上把地瓜和水煮蛋煮好，早上5分钟就可以备齐阿斯多。第二组，番茄炒蛋加凉拌小黄瓜加一小片全麦吐司。这个组合适合有人帮忙准备早餐，或者自己愿意简单备餐的人。番茄炒蛋是蛋白质加蔬菜，番茄的甜味天然，不需要额外加糖。凉拌小黄瓜增加蔬菜量，加一点醋和少量盐拌一下，爽口。调味也不需要太重，全麦吐司一小片，当做这一餐的主食，一片就够了。蛋白质有，蔬菜有，主食少量，调味清淡，对血糖偏高的人来说是比较友善的安排。第三组，早餐店点餐的改法。很多人早餐都是去早餐店买的，自己备餐不太实际。这种情况怎么点比较稳？蛋的部分，选水煮蛋或荷包蛋，比蛋饼好一点，因为少了一张饼皮的淀粉量。如果一定要吃蛋饼，选不加酱或少加酱，那个甜辣酱糖分也不少。饮品换成无糖豆浆，直接说豆浆不加糖，不要不好意思开口。如果真的没有无糖豆浆，喝温开水也完全没问题。不要再叠加甜饮或果汁，本来已经点了蛋饼，旁边再加一杯甜豆浆和一杯果汁，这顿早餐的糖分就叠太多了。饮品只选一样，选最不甜的那个。如果有全麦吐司的选项，选全麦，不选白吐司。就这几个小调整，不需要大改习惯。早餐店还是可以去，但点法换一下。第四组，稀饭族的改法。很多长辈就是习惯早餐吃稀饭，这个习惯不需要完全戒掉。问题不是稀饭，而是稀饭旁边配了什么。如果配的是咸菜、酱瓜、肉松、豆腐乳，这顿早餐几乎全部是淀粉加钠，蛋白质很少，蔬菜没有。改法很简单，稀饭的量稍微减少，配菜换掉1、2样，加进去1颗蛋、1块豆腐或1点无糖豆浆，如果可以再加1样青菜，这样稀饭还在，但这一餐的蛋白质进来了，蔬菜也进来了，淀粉的占比相对减少了。稀饭本身不是绝对的地雷，只吃稀饭配咸菜才是需要调整的习惯。在结束之前，要停下来说几件重要的事。这支影片里提到的所有饮食建议都是一般性的健康科普，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诊断或治疗建议。如果你已经确诊糖尿病，正在服用降糖药物或者打胰岛素，你的饮食调整必须在主治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不能因为看了这支影片就自己减药，或者觉得饮食调整了就可以停药。药物的调整一定要经过医师评估，这一点没有弹性。如果你有肾脏疾病，蛋白质的摄取量需要严格按照医师和营养师的建议来，不能自行增加或减少。这支影片提到的鸡蛋和豆浆，对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是合适的，但肾功能有问题的人需要个别评估。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胃溃疡、胃炎，醋的部分要特别小心，甚至暂时完全不要用。空腹喝醋对胃不好的人是一个刺激，
不要勉强。如果你正在怀孕、哺乳或者有其他特殊的医疗状况、饮食调整的任何问题，请和你的医师或营养师讨论。这个频道的内容是希望让你对健康饮食多一些了解，但了解不等于自行诊断。科普资讯不等于个人治疗方案，你身体的状况比这支影片里任何一个普遍性原则都还要复杂，也都还要个别。所以把这里听到的当成参考，然后带着问题去问你的医生和营养师。好，来做个收尾。这支影片的核心不是说小黄瓜、鸡蛋、醋3样一起吃就可以降糖，而是说它们在早餐里各自有不同的功能，放对位置可以帮你让早餐的结构对血糖更友善。小黄瓜的角色是帮你的早餐多一份蔬菜，增加饱足感，减少整顿早餐里淀粉的占比。鸡蛋的角色是提供早餐需要的蛋白质，让这一餐更有饱足感，也更有养分。尤其50岁之后，蛋白质的摄取更需要被注意。醋的角色是作为餐食的调味辅助，少量稀释使用，可能有助于让餐后血糖波动稍微平缓一点，但它是调味料，不是药。整支影片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句：先蛋白质和蔬菜，再主食，少甜饮。这个顺序比任何一种神奇食物都更有意义。血糖偏高的人想让早餐对身体更友善，不需要每天背一份特殊养生食谱，只需要慢慢把早餐的结构调整过来。少一点甜饮和精致淀粉，多一点蛋白质和蔬菜。就这样，这不是3天见效的改变，也不是偶尔吃一次就有用的行动，它是长期习惯的建立。每一顿早餐都是一个可以练习的机会，最后给你一个明天早上就可以做的小动作。不需要把今天说的所有东西一次全部改掉，那样太难了，也不实际。只做一件事就好。明天早餐先加1颗水煮蛋或荷包蛋，然后把饮料换成无糖豆浆，或者就喝一杯温开水。就这样，蛋白质进来了，甜饮减少了，改变很小，但方向是对的。从一个小动作开始，比想着要全面改变却始终没有行动要踏实得多。